我们继续 Ins 平台快速起号这个系列，今天讲的第2节，多账号定时发帖，就是把多个 Ins 账号按照时间计划把帖子发布到 Ins 平台。这个视频将给大家介绍定时发帖的7个步骤。那我们知道要把帖子发布到 Ins 平台，首先得保证帖子素材必须符合 Ins 平台的规范。比如说，图片的宽度跟高度比必须在这个范围之内，还有短视频的长度不能超过60秒，最好不要超过20秒。那我们首先讲如何修剪图片。我们使用 Instagram 软件下载的帖子素材，或是要发布的帖子素材，都放在这软件跟目录的这个文件夹下面。我们打开文件夹，比方说，我们使用手机或数码拍摄的图片，分辨率都非常高，很多都是2000×2000以上的像素，甚至宽度和高度比例也不符合 Ins 平台的规范。大小有时候在10几兆，甚至几十兆。那我们的素材不需要这么大的分辨率，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软件进行压缩。我们首先复制当前文件夹路径，粘贴到我们的工具箱中图片目录，然后先做裁剪。我们点裁剪，软件提示有3个图片尺寸被裁剪，它帮我们裁剪完之后，裁剪后的图片放在这个子文件夹里。我们打开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裁剪过的图片。那我们使用大图标查看，如果对裁剪结果满意，那我们就把它复制出来，并覆盖掉原来的图片。那我们在做这个图片处理之前，最好把原图片做个备份。这样的话，如果对处理的最终结果不满意，我们还可以进行还原。右键菜单粘贴，我们就直接覆盖掉。刚才做的是裁剪，裁剪成按Ins要求的比例。那还有这个大小和分辨率，如果太大的话，我们可以复制文件夹路径到工具箱。这边已经复制完毕，就不需要再复制了。那我们要对图片进行压缩，设置最大的宽度和高度，我们这边不超过1200就可以。然后压缩率设置为85或者90都可以。好，设置完成之后，点开始压缩。那这边已经压缩了好8个图片，它会在这个文件夹下创建的一个文件夹。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压缩好的图片。那我们点开来可以看一下，可以看到压缩后的图片宽度和高度都不超过1200，压缩完之后的图片大小变得更小了。这些图片的分辨率我们都满意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可以复制并替换掉原来的图片。这些处理过的图片，我们就可以拿来做发帖的素材。第2个步骤，我们看一下如何截取短视频封面。那我们这边再举个例子。好，比如说这几个是我们拍摄的短视频，把这几个复制出来，我们新创建一个文件夹，
把它们复制到新的文件夹中。那我们要使用软件来发布这些短视频，我们必须要获取这些视频的封面。那么怎么做呢？我们可以把当前文件夹路径复制到我们的视频目录工具箱当中的视频目录，然后这个截取的时间默认就可以了。设置完之后，我们点开始截图。那我们可以看到，软件自动帮我们截取的视频的封面，每一个封面图片名称都按原来视频的文件名称来命名。我们看一下，封面图片还是非常清晰的。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那这个帖子的内容我们也做好了，那我们可以直接使用这些素材来发布帖子了。我们继续第3个步骤，如何把本地帖子素材导入到软件。那我们把软件定位到定时发帖界面，我们选一个已经登录的账号，那这个下拉框当中的账号必须在这个账号管理界面已经登录成功的软件才在这个下拉框中显示。比方说，我们要加载这个账号 ID 是30，我们直接选 ID 为30的 ins 账号，我们选中，然后点加载本地帖子。加载完毕之后，我们点打开目录。这个目录如果不存在，它会自动在 Instagram 这个目录下面创建一个账号名，跟我们的 ins 账号名相同的子文件夹。这个子文件夹里就是放刚刚加载的 ins 账号要发布的帖子素材。我们把已经处理好的图片复制进来，比如选中这几个，我们取4个，然后复制出来。好，复制到这个账号的帖子素材文件夹中。然后我们再复制这几个短视频，我们也把它复制进去。那为了看得更清楚，我们使用详细列表来查看这些素材。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账号下面要发布的帖子素材。接下来，我们在软件界面点击重新导入帖子。软件把这个文件夹下面的所有的素材全部加载到当前账号帖子素材列表中。那如果文件夹中的帖子素材有增加或减少，我们可以重新导入帖子就可以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短视频它是有封面的，而且文件中有帖子内容的。那刚才导入的这几张图片，它没有包含文本文件，所以没有设置帖子的内容。那不设置的话也可以，但软件在发布之后，它的标题是空的。那我们稍后可以试一下。我们讲讲修改帖子标题。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帖子内容为空，这个视频的帖子标题，这个是已经有标题内容在里面的。
这个也是有帖子内容。软件显示的帖子标题内容使用的是这个文本文件中内容，所以这两边显示的内容是一样的。比如说03这个文件名的帖子，我们可以批量进行设置帖子内容。比如说批量设置这两个，右键菜单，然后点批量修改帖子标题。比如我们这边随便写几个字，然后点保存，这样就同时修改了两个标题。你看它同时生成了两个文本文件，里头都是含有测试的内容，两个文件内容是一样的。那如果我们不懂写帖子标题，我们可以参考我们的同行。我们找一下之前的抓取记录，比如这个视频的抓取记录。我们先把过滤器关掉，重新加载记录。那我们的帖子内容不知道怎么写，我们可以参考这里同行的帖子，随便选几个，然后提取帖子标题。我们可以这样提取，提取完毕之后粘贴到记事本当中，可以看到软件都帮我们提取出来了。那我们可以非常直观的参考我们同行的帖子内容是怎么写的。比如说我们想使用这个内容，把它复制出来，再打开一个文本文档，我们也可以参考同行怎么写话题标签。我们可以提取话题标签，我们可以提取一次或多次，再把它复制到文本文档中。可以，那这些话题标签比较杂，也有可能很多重复了。我们可以在文本文档中全选，然后复制到我们的工具箱当中，然后进行去重复。好，进行去重复完之后，就可以复制出来为我们所用了。或者我们想提取含有关键词的话题标签，比如必须含有这个关键词，我们复制到这边来，然后提取，共有19个匹配。复制进来，可以看到结果都是含有这个关键词的话题标签。把它复制到我们刚刚的文稿中。复制完整的帖子内容到定时发帖标题设置中。那我们选3个帖子，修改帖子标题，复制进来。好，点保存。那这3个帖子的内容都已经修改完毕，对吧？当然，你也可以单独一个个来进行设置。我们把临时的文本文档先关掉。刚才讲的是如何修改本地帖子的内容，以及如何参考同行的帖子内容和话题标签。接下来就开始设置发布计划了。我们也是可以全选这些帖子，或者选择一部分。右键菜单，点击批量修改发帖时间。这个是今天的日期。
你如果要设置当前的时间，你就点一下今天按钮，它就帮我们实时更新当前时间。这里所说已选中的第一行为标准。接下来，每个帖子递增的发帖时间都递增，如说帖子发布的时间间隔，在30分钟到60分钟这个区间之内随机。我们保存设置，那么可以看到每个帖子的时间间隔都在30分钟到60分钟这个范围内。那我们还可以设置每个帖子同时增加一个时间，比如说这个勾去掉。那比如说同时增加1个小时。保存一下设置，再点击保存。你看它每一个帖子预定的发帖时间，同时增加了1个小时整。这2种设置比较灵活，看你个人的需求来进行设置。那一般的话，我们选择随机。为了我们接下来演示发帖的速度快一点，我们设置随机间隔是1分钟到2分钟。然后保存设置，先把计划时间更改过来。每个帖子发帖间隔就非常短了，2分钟到1分钟之间。那我们这个计划设置完毕之后，我们要进行发帖测试。我们选中一个帖子，右键菜单，点击立即发布到 Instagram。软件正在帮我们发布帖子，我们稍等一会儿。发布成功，软件提示说帖子标题为空。那因为文件名为139的这个帖子，我们没有给它设置帖子标题，所以发布后，它这个帖子标题为空。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刚刚发布的帖子，看一下是不是同一个，是同一个吧。然后这个帖子内容，我们看一下是空的。那么再发布一个含视频的帖子，我们随机发布一个，比如说选第3个，立即发布到 Instagram。软件提示已经发布成功了。我们刷新看一下，这个已经发布成功了。在测试后，如果发现图片或帖子内容需要调整，比如说这个帖子我们不满意，我们觉得帖子标题没有写好，或者图片处理的不满意，我们可以把它从 Ins 平台删除掉，选中右键菜单，从 Instagram 上删除，显示已经删除了。我们刷新一下，这个就已经被删除掉了。我们把这个也删掉。我们接下来可以添加发帖任务了，因为帖子列表中帖子计划的发帖时间有些在当前系统时间之前了。我们重新调整下帖子发布的时间，然后点保存好，然后开始添加任务。任务创建成功，任务 ID 是81。我们定位到任务管理界面，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刚刚创建的定时发帖任务。我们可以右键菜单，点开始任务。软件在帮我们按计划开始发布帖子了。我们可以添加更多账号的定时发帖任务，比如加载这个 ins 账号，然后先加载本地帖子，打开目录，好，然后把我们的帖子素材复制到这个账号的素材文件夹中。然后重新导入帖子，然后检查帖子标题内容也没有问题。我们再修改一下帖子计划发布的时间。发布计划我们自己可以设置。一般来说，我们 ins 主号2个小时到5个小时发布一个帖子就可以。这特别是内容中含话题标签比较多的帖子。我们新账号一般1天发1个帖子到2个帖子。如果是老账号的话，可以发稍微多一点，没有关系。如果发太多的话，会被 ins 风控限制，让你发的帖子内容是空的。全部设置完毕后，那我们可以添加到任务 ，ID 为82任务创建成功。右键菜单，点击开始任务就可以按计划发布帖子了。就是这样一个一个账号去添加定时发帖任务。以上内容就是关于多个账号定时发帖的介绍。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关注主播，带你了解更多外贸黑科技。再见。